专家们万分紧张地打开了其中一个棺盖，结果却看到了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。棺盖一打开，看见女尸的手边放着一只桃树枝，这个桃树枝，它萌发的那个新芽，是好像是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桃树枝放下去一样，充满着生命，那个绿色的生命。绿色的籽，那个从那个萌芽刚刚发育的那个嫩叶，非常，我们当时是震惊了。湖南怀化近期出土2具夫妻合葬墓，惊奇的是，女主人在开棺的一瞬间，神奇的动了起来，而且连舌头都鲜红的吐在外面，下腹部的肚子明显看到有膨胀的迹象，而男主人墓开棺的那一刻，也让专家组感觉到不同寻常。中国古墓不少，但要论古墓奇观，湖南怀化一座夫妻合葬墓绝对排在前列。就连常年与古墓打交道的专家都不免震惊，这女尸葬了多年，为何手中捧着的桃花枝却一直不败，甚至还有新芽冒尖？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女尸出土后还离奇地动了一下，此等诈尸奇观吓得专家脚都软了。为何桃花枝葬了多年不败？女尸又为何能在出土后活动筋骨？葬着的男女是谁？又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有历史价值的葬品？事情发生在1985年，湖南怀化双桥镇的小村庄。这天，一个对挖红薯颇有经验的村民又跑上了山，想着挖点红薯囤着当一周的口粮。没料到的是，平时红薯挖一个准，那天却一个红薯都没挖出来。村民想破头皮也没想明白，眼见着天要黑了，村民不得不放弃，想着明天再来。忽然，他发现自己挖的洞里好像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，这引起了村民的兴趣。反正今天也没挖出红薯，挖挖看这是什么东西吧。等看清楚这个亮闪闪东西的实样，村民不禁发出惊叹，竟然是一个玉簪子，这可真是发大财了。村民赶紧飞奔回家，玉簪子被清水清洗干净后露出了夺目的光彩。这会儿村民的头脑热乎劲下去了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怎么会掉了只玉簪子？这恐怕是古董吧。淳朴的村民想通后，并未将玉簪子据为己有，而是连忙联系了文物局。专家看到这个玉簪子后，也不免心生激动，这等精美的簪子不太可能单独出现，这很可能意味着这小村庄里葬着一个古墓，而且可能是大户人家的古墓。专家们连忙到现场勘验，在经过细致调查后，专家发现有块地方不同寻常，这可能不是地面，而是石棺。在古代，普通人家可用不起石棺，石棺作为保护棺墩的外壳，打造起来费时费力，用得起要么是王公贵族，要么是富贵人家。所以这一发现让专家们分外激动，因为这石棺底下藏着的古墓恐怕有不少有价值的陪葬品。挖掘过程中，专家们遇到了一个难题，古墓所处位置属于红砂岩层土地，质地十分坚硬，寻常的挖掘工具根本无法开展挖掘工作。专家们虽然心情急切，但又不得不慢慢地用电钻和电锤凿。古代可没有那么方便的工具，却在如此坚硬的层岩底下修建了墓地，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勤恳。在漫长的挖掘过后，专家们终于见到了古墓的真面目。更让专家惊喜的是，这古墓葬着的可是有2副棺墩，又费了些实力，这才把2副棺墩包裹的石棺外壳给破开了。因为石棺层层保护，所以最里面的棺墩依旧保存完好，就连花纹都没怎么被破坏。终于可以看到棺墩里面的真面目了。专家们激动地打开了一副棺墩，结果开盖那一瞬间，一向见多识广的专家都被震惊住了。这具女尸手里拿着一支新鲜的桃花枝，
上面还冒着新芽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还真以为这桃花枝是刚摘了放进去的。但这桃花枝暴露在空气中没几秒钟，就瞬间枯萎了。这还只是其一。开棺后，女尸突然活动了起来，原先平平的肚子突然胀气鼓了起来，而后又重新瘪了回去。女尸的舌头在此之后突然伸了出来，可把专家吓坏了。这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诈尸？在求助医学界主任后，才得知，之所以女尸出现诈尸情况，是因为尸体防腐没有做到位，这导致尸体内部产生了一些产气性细菌。在棺墩打开那一刻，内外压强不平衡的情况下，内部气体就会被挤压排放出来，因此就出现了胀气而后又干瘪的情况。在进行细致搜寻后，专家们确认这具女尸的身份就是谭氏夫人。但谭氏夫人是何人？专家们翻遍了史书也没有找到踪迹。不得已，专家们只能从另一副棺墩中寻找消息。打开第二副棺墩后，首先引入眼帘的便是一张灵牌，而棺墩里躺着的是一具男尸。男尸防腐程度要比女尸更好，皮肤还有光泽。在给男尸输入防腐液，确认保护好男尸不腐败后，专家们又凑在一起细细打量着灵牌。灵牌就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，所以看到灵牌的时候，专家们分外兴奋。这样一来，就能确认两人身份，一男一女，合葬在一起，肯定是夫妻。经过对灵牌的解读，专家们得知，古墓建于元朝，男主人是黄承存，官至园陵县知州，而谭氏夫人正是他的妻子。除了尸体和灵牌外，棺墩里面还放着100多件陪葬品，从玉器、瓷器再到饰品，无一不是精美贵重之物。元朝的历史不长，记载也寥寥无几，所以这座古墓的发现对填补元朝历史有重大意义。这也算是黄承存夫妻俩送给后代的宝贵礼物了。